当你在太空中漫游会是什么感觉呢？可能就像航海家2号一样，身处在宇宙的太空中，黑暗中，一路向前进，向着不知名的宇宙的地方前进，离开太阳系，载着满满的地球的资讯，远离地球。而什么时候会停止呢？其实不知道，或许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永远不停止。航海家2号是什么呢？航海家2号是一个距离我们最远的人造物之一，从地球发射前往宇宙。今天我们聊聊吧，来聊一下航海家2号和最近最新的新闻 ，NASA 终于又重新和航海家2号连上线了。航海家2号，人类喜欢宇宙或探索宇宙，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之一。其实探索宇宙非常花钱，从火箭的研发、箭的发射都需要非常大的成本，研究其中的探测器、燃料、人力、时间成本，这个都需要花非常多的钱。而这些科技所花的钱，对人类的求知欲来讲，那个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想知道宇宙中到底有什么，太阳系或其他星体中到底有什么，是不是有符合生命的地方的存在，还是就是这样，我们地球就是唯一的生命呢？这个都很令人好奇。古代的人看着满天的星空，都会想到说，星空到底是什么？星空是不是只是一颗一颗的太阳休息的地方？而当进入科技时代的时候，人类开始想知道太阳系中的星体到底实际上长成什么样子。一直以来，人类在地球上观察了这个宇宙的星体，用望远镜，用一切的科技想来了解不同星体之间的差异性。但是如何近距离的观察木星、土星等星体呢？这个就需要太空的探测器来达成了。我们如何将太空探测器送到我们要观测的星体上呢？这个时候就需要火箭来执行，将探测器从地球送往太空，接着探测器会长时间的漂浮在宇宙中，前往星体并开始观测。虽然有火箭，但是这些星体对我们来讲还是太遥远了一些。随便举个例子，随便一个星体可能就需要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到达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例如木星，这个一个巨大的行星，它平均距离我们 7.8 亿公里，其实还可以更远，也可以更近一点。那但是我们如果要去木星旅行的话，有可能要花多少时间呢？预照估计大概要花1到8年左右的时间，你才有可能到达这个星球。你就可以知道，这个星球距离我们真的超级远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这时候科学家才思考说，我们要怎么才能快速同时到达我们要观测的星体呢？其实在太阳系中，我们的8大行星都有自己的运转轨道。当你把这些行星的运转轨道统计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在某一段时间发射火箭会有一个最短的距离。而科学家当然也发现在1970年到1980年代，这时候行星的运行轨道的组合会形成一个最小的能量就可以到达的。所以科学家就是利用这一个计算出来，只要需要最小能量，就可以同时最快速到达这些星体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一张图，这图上分别有2条线，这2条线分别代表了2个探测器，一个是航海家1号，一个是航海家2号，这2台探测器的路径。而这2条探测器各有各头不同的路径，同样从地球出发前往宇宙。而航海家1号只探索了木星跟土星，接下来就直接前往太阳系之外了。它的故事我们下次再来说。但是航海家2号的路径就不太一样咯。航海家2号的路径除了探索木星跟土星之外，同时也探索了天王星跟海王星。而这2个星体实在距离我们太遥远了，如果以一般的时间前往，要花费更多的时间。而科学家怎么做呢？才可以快速的到达这2个很远的星体呢？这时候就要对航海家2号进行加速的动作。在宇宙中的飞行中，我们怎么加速呢？除了利用燃料推进之外，科学家还利用一个东西来进行加速，重力。航海家2号当行经到行星轨道的时候，太空船可以改变角度，并且借助行星的重力推进，增加太空器的速度。这个行为我们称为行星重力加速，
或者称为重力弹弓效应。当航海家2号经过木星的时候，航海家2号利用木星的重力进行重力加速前往土星。当经过土星的时候，航海家2号再次利用土星的重力进行加速前往天王星跟海王星的轨道。而这样下来，航海家2号总共花多少年的时间到达了这些不同的星球呢？航海家2号一共花了1年10个月到达木星，花了4年到达土星，花了9年半到达天王星，花了12年到达海王星。而海王星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行星，以往我们只能利用望远镜从地球观测海王星，而航海家2号在1989年的8月25号的时候最接近海王星，这也是航海家2号最接近的一颗行星之一。其中他们发现了海王星的大黑斑，不过在这个后期，科学家在利用哈勃望远镜重新观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说这个大黑斑已经消失了。科学家推测这个大黑斑有可能是大气上一个透明的区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当然，随着这个大黑斑之外，航海家2号还发现了以前都没有发现过的海王星环。而现在航海家2号在哪里呢？航海家2号目前是漂流在太阳系的外层，以科学家的估计，航海家2号距离我们超过199亿公里之外，非常非常远。如果我们要跟它沟通，要花多少的时间呢？从地球传讯息，以光速的速度传到航海家2号上面，需要18.5个小时才会到达航海家2号上面，传回来又需要18.5个小时，所以你就知道要沟通非常非常的难。而 NASA 呢，在7月21号的时候传送了一系列的指令，而这个指令错误的将海王星的天线角度偏移了地球2度之多。也就是这样，航海家2号从此失联了。失联了一段时间，大约2个星期以后， NASA 终于又重新联系到航海家2号。在美东时间8月4号0点29分的时候，航海家2号又重新传送科学数据回到地球。而要知道，航海家2号已经有46年了，而且距离我们至少超过199亿公里之外。其实预估在2030年之后，航海家2号上面所有的仪器就无法再次供电了。当电力耗尽后，就无法传送任何的讯息。不过，虽然没办法传送任何的讯息，它的旅程还是会继续下去。而且，航海家2号的机身上其实还带着人类的讯息，里面有2张金唱片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2张图，这个里头呢，就是里头包含的金唱片的图案，里头包含了人类的讯息、人类的声音、自然的声音。而如果有一天遇到了外星人，他拿到这2张唱片之后，他们或许会知道，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叫地球，里面有生命的存在。而航海家1号估计在16700年以后会飞越半人马座的比邻星，而在3600年之后，航海家2号也会飞越。只要没有撞上东西，它会一直在太空中航行着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不知道你对航海家2号有更加了解了吗？要是你有任何的想法，欢迎你留言哦。我们聊聊吧，下一次再聊其他的话题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